当下李长寿心念转动，口中继续道：弟子并非思虑过度，只是单纯的觉得此物乃是一位长老临终所托，若我因此物为这位长老转世之身惹来业障，那岂不是……不会有你说的这般严重。又有一位老妪笑叹了一声：你将此物拿出来，让我们看一眼，总归无事吧。李长寿沉吟几声，故意拖时间等云中子。待云中子离着此地还有100里，且做出了少许倾听状，李长寿这才犹犹豫豫地道了一句：给各位看一眼也无妨，但是须得有一位炼气宗师在此地，若他看了说此物无法炼制而出，还请各位掌门稍后莫要再为难弟子了。弟子踏修行路堪堪200年岁，着实是担待不起。季无忧笑道：放心就是啊，各位掌门都是咱们人教的中流砥柱，如何会为难你一个小小的弟子？这2个人一唱一和，倒是将那几个人堵得哑口无言。那5位人教仙宗掌门顿时开始商议，他们还未商议出结果，就听空中传来一声笑语：可否也让贫道来瞧瞧？说话间，云中子的身影在100里外一闪而至，却是用了乾坤遁法，在空中留下了几道残影，修为展露无遗。云中子一现身，姬无忧与其他5位掌门连同渡仙门以及左右2家仙宗的门人弟子齐齐做道衣行礼，口称拜见前辈。李长寿的心底此刻真的有些忐忑，担心这位大佬看透自己的伪装会徒增麻烦。然而李长寿也有些意想不到的是，云中子直接对他传声道：莫要担心，贫道帮你化解此局。此前玄都师兄离开时，对贫道有所交代，让贫道莫要点破你身份。贫道曾欠下玄都师兄诸多人情，今日你且安心就是。李长寿心底一叹，果然啊，有了靠山，我当真是能少花费诸多心力。云中子提着花篮轻笑了一声，道了句：各位道友不必多礼。长寿小友，你那能硬扛天劫的鸟笼，可否让贫道开开眼界啊？李长寿继续露出犹豫的面容，自然是要把戏份做足了。季无忧咳嗽2声，对着李长寿一阵瞪眼。李长寿低声道：还请前辈布下一份结界，此物我拿给前辈来看，前辈若说不能炼制，想必各位前辈都会信了。有人教仙宗掌门骂道：嘿，你这小弟子怎的防我跟防贼一般啊？李长寿面露为难，云中子却站了出来：怎么，莫非各位信不得贫道？这几位金仙忙道不敢。当下云中子取出一只宝瓶放在一旁，飘到李长寿面前，拉住李长寿的胳膊，一同化作流光钻入了这宝瓶中。一群炼气师顿时围了上来，可不管他们如何探查，都无法窥到这宝瓶中的半点情形。片刻之后，一道流光飞出，在侧旁化作了李长寿与云中子的身影。云中子皱眉凝思，手中不断的掐算，却是长叹一声：这法宝贫道炼制不出啊。周遭众人顿时面面相觑，云中子喃喃道：这不合炼气之理，也不符道法之意，此物本不应在世上留存。贫道自炼气至今，炼制宝物数万，却根本未曾见过这般玄妙之物。大道至简，简自有繁，不知该说妙
还是该说起呀。在此地的人教六仙宗掌门、渡仙门长老门人弟子，以及用仙识注视此地的众三教仙宗之人，尽皆面露惊讶之色。玉虚宫福德金仙云中子都仿制不出。云中子叹了口气，在花篮中拿出一只玉符，递给李长寿，对李长寿道：今日贫道欠小友一个人情，稍后若有事，可用此物寻我。李长寿将玉符捧在手心，知道这是云中子在看大法师的面子上给自己临时撑个场子。他记得封神大劫中，云中子算是少数几个真的会考虑凡人生死的三教高手。身为阐教金仙，知阐教天命应支持周国，却还是去朝歌城为纣王谢幕剪除妲己，为的就是避免生灵涂炭。这位福德金仙最后未入封神榜，全凭福缘深厚。我用静电屏蔽之道，让这位老神仙对自身炼气水准产生怀疑，是不是有点不太地道啊？但是这个李长寿也没有办法解释，他也只是知道一点皮毛罢了，并非是什么法拉第大仙转世、薛定谔金仙重生。罢了。云中子轻笑了一声，面容略带失意，提着花篮转身飞向云端，不断地摇头叹息，径直离开。其实到此时，有云中子作保，言说此物捉摸不透原理，无法仿制，又直接说欠了李长寿一个人情，直接护住李长寿，各路仙人已经不会继续为难了。但是对于李长寿来说却远远不够。云中子刚走，李长寿就轻叹一声，随手将2只法爷鸟笼招了出来，一左一右握住法爷鸟笼，口中长叹：万般皆由你起，还让诸位前辈失望一场，弟子有过。言说中他法力涌动，2只鸟笼同时四散炸裂。周遭众仙都是不曾想到他会做出这般事，但是李长寿出手太快了，他们修为再高也来不及阻止了。季无忧喊道：哎，这使不得，你自己用便是了。长寿，你莫要毁了这般奇宝。长寿。李长寿面露决然，又随手甩出数10道符箓，喷出漫天树火，转眼将这鸟笼各处散落的零件吞没。少顷，地面只有少许灰烬残留。这2只造价本来就不足100块灵石的法爷鸟笼，被李长寿随手一震，灰烬随风飘扬，再也没有留下什么痕迹。李长寿对各位前辈做了个道揖，言说：弟子方才多有得罪，还请各位前辈勿怪。弟子心境不稳，暂且打坐稳心了。言罢，他坐回了熊灵力的身旁，闭目凝神，全力收敛自身气息，应对周遭一道道仙识的探查。另一面，那5位人教仙宗掌门面色颇为尴尬，一个个想向前又不得，还是去了季无忧的身旁。无忧师弟，这次多有得罪。那位老妪拿出2只储物法宝，用仙力递了过来。这些全当是给这个小弟子的赔礼。我等只是想观摩观摩，不曾想毁了长寿小爷渡劫之物。那这几件宝物算是给小友赔罪。无忧师弟，稍后还请带长寿师侄来我逍遥仙宗做客。这里有2件，可在天劫中护元神之宝，虽比不得那笼子，全当弥补了。季无忧倒是并未推辞，皱着眉，带着几分嫌弃，替李长寿将这些都收了下来。那5位人教仙宗掌门并未多留，给了赔礼就匆匆告辞了。李长寿感觉到观察自己的仙识在迅速抽离，心底略微的松了一口气。如此，法爷鸟笼也就没有了太多的隐患，只是还不能掉以轻心。
等九巫师伯将那5位掌门的赔礼送过来，李长寿也是皱眉收下，低头叹了一口气。演技重在，从一而终，此刻必须做出一副亏大了的表情。实际上他突然间家底就厚实了起来。刚刚在宝瓶中，云中子前辈已经给了他10多件灵宝级别的小玩意儿，以及一件后天灵宝级的小东西，都是云中子炼制了随手送人的货色。与这位云中子前辈炼制的宝物相比，这些掌门的赔礼自然是逊色不少。但那2件可在天劫中守护元神的法宝倒是十分难得。灵河的渡劫大礼包顿时又增厚了。心里突然来了潮涌，似是自南海海神庙而来。李长寿的心神分出一部分落在起了反应的海神庙诸主神像上，顿时看到了一道熟悉的魁梧身影从庙门处踏步而来。这赵大爷怎么又来他这儿了？不只是赵大爷，他还拉着一位少女，口中不断地说着：妹妹你听我的，这海神老睿智了，要是他答应了，为兄就传你打了人对方还不敢说什么的妙法。听到赵公明进庙门时说的这一句，李长寿差点一口老血喷在前座的堕仙门弟子身上。打了人对方还不敢说什么的妙法，莫非是指上次我教会赵大爷的碰瓷儿初级套路？是最近洪荒的风气太过妖娆，还是赵大爷迎来第2春太过风骚？只是这么一句话就让李长寿差点闪了老腰。那赵公明进了海神庙，也不顾周遭几名凡人相克，这一阵衣袖，神气十足地打着招呼：海神啊，海神道友，海神可在家中啊？庙中之人顿时颇为警惕地看着赵公明。若非赵公明长相威武，仪表堂堂，看得几位女香客面红耳赤，这讲真倘若这个赵公明长相有那么一丢丢的猥琐，他们就要站出来守护自家海神大人的威名了。现在嘛，算了。被赵公明拉着胳膊的那位少女，此时依然无法被人看清面容，甚至那些香客庙祝都是下意识的不去看她。这位少女禁不住埋怨：大哥，你这是作甚？要找此地海神就去大洞府便是了，为何要来人香火庙宇之中？妹妹你言之有理。赵公明松开琼霄的胳膊，抚须沉吟。问题是为兄不知海神洞府在何处啊？琼霄顿时哭笑不得。大哥，你说了一路跟这海神如何如何要好，如何如何莫逆，怎的连人洞府在哪儿都不知晓？赵公明顿时有些尴尬，低声道：说实话，不止洞府，我也只是知道海神道号是长庚道人，其他为兄都还没问到呢。琼霄顿时皱眉，抬头盯着赵公明。赵公明呵呵陪笑，传声道：要不我能带三妹你来这儿？你素来聪慧，咱们4兄妹当中除去2妹，就你最有谋略。今日你可要助哥哥我一臂之力啊！透过神像注视这对兄妹，正坐在三教源流大会会场角落的李长寿心底也不由得泛起了几分疑惑。这2位截教大佬在我庙里面嘀咕什么呢？海神小庙中，琼霄又传声问：大哥，你想做甚？赵公明沉吟几声，继续传声：你帮我问问这位海神，那妙法可有新的？只是用一套，有颇多局限性。若是有，咱就是多用些灵宝来换，那也无妨。这可真是洪荒妙法，海神不传之秘。琼霄当真是被赵公明给气笑了，瞪着这位这么多年对他们3姐妹一直都十分关照的义兄，
轻轻一叹：唉，稍后那海神若来，大哥你莫要乱说话，我且帮你套套话。赵公明顿时连连拱手，口中大呼：嘿嘿嘿，多谢三妹，多谢三妹。正此时，已经得了海神指使的妙祝走向前来，先恭请二位仙人去后堂入座，又将这小庙内的香客暂时请出去，将神庙的大门关上。不过片刻，李长寿的海神专用化身白胡子老神仙皮指道人驾云从远处飞来，落在院中。他拂尘一甩，周遭顿时起了一层隔绝探查的仙力结界。结界与阵法不同，结界只存在一时，用仙力布置而成，阵法以镇机镇势借天地之力发挥功效，可以长久存在。后堂中，琼霄端着茶杯轻轻地抿了一口，又略微摇了摇头。凡间茶水好难喝。琼霄喘声道：大哥，你不是说海神现身都是用化身吗？你仔细瞧。赵公明眨眨眼，笑道：这应该也是化身，只是颇为高明。这般化身之道，足以证明这海神并非简单人物。神教长庚道人。琼霄禁不住低头思索，稍作推算。太极图警告！赵公明已经是站起身来，哈哈朗笑几声，张开手臂迎向自前殿而来的李长寿。一位是相貌堂堂阴虎道者，一位是白发苍苍慈祥老人。两人见面之后各自作道揖。海神，别来无恙乎？托道友之福，近来一切安好。道友近来如何呀？